前世老公中了1000万大奖，第2天就带着小三上门提了离婚。小三上位之后，对我百般羞辱，最后更是直接把我送到了流浪汉手上。重生后，我偷偷买了和中奖号码一模一样的彩票。亲情长相守，真情在人间。大家好，我是秋兰，欢迎观看《真情人间》。许是老天爷都看不下去了，让我重生到了秦良中奖的前一天。他一如既往将刚买的彩票丢在了桌子上，转头就去餐厅吃饭去了。我坐在沙发上猛地的回神，我重生了，因为婚后查出来了不孕不育，我彻底成为了秦良一家人的保姆，不但要伺候一家人衣食住行，甚至连上桌吃饭的资格都没有。只不过现在正好给了我这个便利。我掏出手机，将桌子上的得彩票拍了照片，起身就去买了一张一模一样的，更是直接将我现在的身家全部压了上去。我知道明天开奖的时候，那张彩票会中1000万，而秦良一家人直接让我签了离婚协议之后，把我赶出了房子。秦良生了儿子上位的小三趾高气昂的在一旁看着我，而秦良用中奖来的钱开了一家投资公司，生意做得很大，在城市内手眼通天。或许是小三上位之后对原配有种天然的仇视，不但让我找不到工作，还找人一直跟踪我，投毒、恐吓，见我不敢反抗，更是将我关起来，虐待到遍体鳞伤，最后送到了流浪汉的手上。我还记得秦良当时就坐在车上，一边逗弄着他那个便宜儿子，一边让小三赶紧把我解决掉。只是秦良不知道，小三怀中的儿子根本不是他的。你去干什么去了？一天天就知道往外面跑，快去洗衣服去，真是个废物！告诉你唐广军，不想过就赶紧离婚，你个废物，1分钱都拿不到。买完彩票一路上，我都在平复自己的心情。许是老天爷都看不下去了，让我重活了一世。只是这一次，原本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我会10倍返还到秦良一家和小三身上。计划好了一切之后，我推门进家，恶毒的婆婆早就在门口等候了。看我回来，直接就是劈头盖脸一顿骂。换做上一世，我被秦良一家迫，认为我生不出孩子就是我的错，然后各种忍气吞声。但是现在我抬手直接给了他一巴掌，把离婚协议拿出来吧，我要离婚。我平静道，这一巴掌只是先收取1点利息，真正的好戏还在后面。你敢打我？恶毒婆婆的声音提高了1度，一脸惊怒，似乎没有想到我有这样的反应，随后直接上来要撕我头发。我闪身躲过，顺便还一脚将恶毒婆婆踹倒在地。唐广军，你疯了吗？秦良闻声赶来，把你准备好的离婚协议拿出来吧，我要和你离婚。我看着秦良的眼睛，一字一句道，离婚是我复仇计划的第1步。我知道秦良早就有了离婚的打算，只是一直在吊着我，让我主动提出离婚，然后净身出户。现在我满足秦良的要求，只是他不知道以后自己将要面对的是什么。秦良的眼神中瞬间充满了喜色，嘴上劝着我要不要考虑一下，转身直接从柜子里掏出来了离婚协议，行李什么我都懒得收拾，签完之后转身就走。接下来就等明天彩票开奖，我的复仇计划就能正式展开了。第2天彩票开奖，和前世一样，秦良那张彩票中了1000万，而我这一张加倍数的彩票更是直接获得了头奖，扣掉税款之后，到手8000万。拿到钱之后，我就去注册了一家投资公司。前世秦良获得奖金之后，
就是直接注册了一家投资公司。他的眼光不错，接连投资了好几个优良资产，赚得盆满钵满。只是现在这些都是我的了。对完奖的第2天，我买下了秦良一家旁边的房子。我中奖的消息没有和任何人说，就连去兑奖的时候，我都是蒙着面，穿着臃肿的棉衣，肯定没有人能认出来了我。我对外说的是，这房子是我租下的，我就是要亲眼看着秦良一家一步一步走向灭亡。搬进新家的第1天，就在电梯里碰见了抱着孩子的小三。秦良还有他那个恶毒母亲，如同众星捧月一般，将小三围在中间。看到我进入电梯，明显是愣了一下。唐广军，我们已经离婚了，你还赖在这里干什么？秦良厌恶地抬头看着我，似乎是看到了苍蝇。我明显看到小三的表情有一瞬间的凝滞，不光是他，秦良一家人的表情都有些不自然，甚至秦良这句话说得的都有些没有底气。我当然知道这是为什么，8成他们以为我听到了什么风声，来找他们分奖金的。没有等我开口，已经上位了的小三便趾高气昂的开了口：“唐广军是吧？我老公已经和你离婚了，他的任何事情都已经和你没有关系了。”秦良一家人被小三这么一提醒，也反应了过来。不过我没有心情和他们掰扯什么。进入电梯之后，按下了楼层按键。我中的奖数额更多，许是看我默不作声，甚至还按下了秦良一家所在的楼层。这一家人似乎是误会了什么。小三的气势愈发的凌人，来让奶奶看看我这乖孙，不像某些人就是下不出蛋的鸡，刚刚中了1000万，某些人就闻着未来想要分一杯羹了。还好老公你离婚及时，一家人在我耳边嗡嗡叫。我只想，为什么电梯不能快一些？趁着现在多笑笑。很快他们就笑不出来了。出了电梯之后，我朝着我新买的房子方向走，但是小三却直接拦在了我的面前。你是傻了吗？你已经和我老公离婚了，这里已经不是你家了，还不要脸的来干什么？小三一口一个老公叫得的顺口，我忍不住看了秦良一眼。真不知道秦良要是知道孩子其实不是他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没有搭理小三的话，我注册的投资公司还有一大摊子事情等着我收拾呢。我是 MBA 硕士毕业，各大公司抢着让我给他们当高管。前世的我脑子进水了，才会留在秦良家被压榨。看着我的脚步没有停止，秦良皱了皱眉，依然是那一副道貌岸然的嘴脸。唐广军，我们已经离婚了，离婚协议你也看了，你净身出户，这里已经不是你家了。你要是再这样胡闹，我要叫保安了。笑死，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看着拦在我面前的小三，我轻轻地吐出了2个字：滚开。声音不大，但是我重活一世，就是面前的这个小三对我百般折磨。小三看着我的眼神感到了一丝畏惧，不自觉地让开了路。我走了几步之后，小三反应了过来，有些羞恼，朝着我冲过来，就要扯我的头发。但是我早有准备，只是朝着一旁躲闪。小三躲闪不及，直接重重地撞在了秦良家门上。我一转身，直接掏出钥匙打开了旁边的房门，然后迅速关上了房门。随后门外就传来了秦良一家叫骂的声音，甚至还有踹门的声音。我也不惯着，直接提起水果刀打开了房门。你们再骂，我撕烂你的嘴，信不信？小三的儿子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不知道是不是小三对他说了什么。见我开门，这小东西直接往房子里闯，我也不惯着，直接一脚将他踢飞。私闯民宅，道理都在我这边，
小东西被我一脚踢开，哭得撕心裂肺。只不过我站在门内，手上还拿着水果刀指着他们。秦良一家人也不敢说什么。一向说话的理不饶人的恶毒婆婆，此时也哑巴一样不吱声了，生怕我冲出房间给她来一刀。我关上了房门，他们也不敢在门口闹，回了自己家里。公司刚刚成立，事情正是最多的时候。我从中午一直忙到深夜。第二天一早，我推开房门，准备出去购置一些物品。映入眼帘的是门口几乎堆成山的垃圾，这堆垃圾就直接堆在了我的门前。我只看了一眼就知道是怎么回事。这些垃圾中多半都是我之前的物品，被秦良一家人当成垃圾一样丢到了我家门口。不光是我的物品，还有许多餐厨垃圾，没有我在，这些都没有人管。饭菜不知道放了几天了，整个楼道内弥漫着难闻的饭菜馊味。我太知道秦良这一家人都是什么货色了。对于这些，我早有预料，直接回房间拿出来了提前准备好的奥利给，全部泼在了秦良家的门上。楼道内的气味瞬间变得臭气熏天。我紧闭房门，不过一会儿就听到了门外传来叫骂的声音。前世我经历过更恶毒的对待，现在做得的这些根本不值一提，这些都还是开胃小菜，针对秦良的计划还在后面呢。这一下子着实有些狠。秦良一家子也没有勇气在臭气熏天的楼道内越过重重的垃圾来敲我家的门，最后还是物业黑着脸将所有的垃圾给清理了。隔壁响起了敲墙的声音，我拿出了早就准备好的震楼器，定时1个小时响一次。这几层的房子早就被我给收购了，我有足够的时间陪着秦良一家慢慢玩。震楼器没有响太长时间，警察就找上了门来。只不过我装作家里没有人的样子，对待警察敲门的声音置之不理，只是暂时关掉了震楼器。警察走后，我没有再打开震楼器，好戏还在后面。只是一个震楼器还不足以让我产生复仇的快感。根据时间来推算，这个时候秦良已经准备谋划着开一家投资公司了。现在才是我复仇大计正式开始的时候。和前世的情况一样，秦良将中奖得来的1000万奖金全部拿来开了公司。他本来就是一个赌徒，只不过他确实也赌对了，站在了风口一飞冲天。我的公司就在秦良公司的对面，只不过我选择在线上办公，秦良也不知道对面的公司竟然是我开的。有着前世的经验，我专门抢在秦良接触优质投资资产之前，以双倍的价钱买断，甚至还付给对方违约金，让其和秦良公司违约，专门用来恶心秦良。现在我手中的钱，随便我怎么折腾都行。再加上投资了这么多优质的资产，我的身家不但没有下降，甚至反而还直逼一个小目标的大关。仅仅过去了1个月，秦良的公司就被我整得的濒临破产，甚至就连公司内的人都被我挖走了不少。恶性循环之下，秦良的公司愈发的难以支撑。秦良是个赌徒，拿出全部的钱开公司，本身就是一场豪赌。只不过这一世有我在，秦良注定会输得很惨。公司出现了危机之后，小三也渐渐先露出了他本来的嘴脸。我住在隔壁，都时常能够听到小三训斥秦良母亲的声音：“你个老不死的，是不是伙同你儿子欺骗我，非要去开那个什么破公司？这些好了吧，钱全部赔进去了，老东西快去做饭，我饿了。”听到这些声音，我艰难地捂住自己的嘴巴，让自己不要笑得太大声。小三也不是什么好惹的茬，
而且还有孩子傍身。秦良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之前还不可一世的恶毒婆婆，却只能对着小三唯唯诺诺的，甚至还要遭到自己便宜孙子的欺负。一边听着隔壁不断传来的争吵，另一边我暗中派人在秦良的办公室内安装了监控。这1个月来，我不只是狙击了秦良的投资，还暗中给秦良和他的便宜儿子做了一个亲子鉴定，果然不是秦良的。更有意思的是，我竟然拍到了秦良和新招的女秘书在办公室打扑克的视频。果然狗改不了吃屎。我都不敢想到时候将这2个东西交到这2个人手上的时候，我会有多爽。除此之外，针对秦良的公司进行了一些布局。秦良哪里会管理公司，招揽了几个有管理能力的人才，还被我挖走了。接下来只要我轻轻动一动手指，就能让秦良彻底翻不了身。这天我在小区内溜达，迎面就撞见了同样带着便宜孙子溜达的恶毒婆婆。子如其母，小三不是什么好东西，生下来的孩子也不是什么好货。自从小三2人搬进秦良家之后，小区内被这2个人搞得乌烟瘴气的。小屁孩抢了其他老人的药，小三非但不制止，反而还在夸自己的儿子真厉害。结果就是导致那位老人被送去了医院。秦良怕把事情闹大，赔出去了很多钱。同样的事情还有很多，有些纯属就是小屁孩心中纯粹的恶意，往别人家里锁眼涂胶水，掀人家的裙子。没有一件事情是这个小杂种干不出来的。为此，秦良不少给他擦屁股。现在小屁孩用力的地踢了一脚秦良的母亲，大声叫喊着：“我要骑大马！”老太太恨不得把天上的地星星都摘下来给这个便宜孙子。对于自己孙子的要求，从来没有不满足过。小杂种从台阶上跳下来，踩在了老太太的腰上，老太太当场就被120拉走了。老太太被抬上救护车的同时，我在小区内放了一挂鞭炮庆祝。问询闻讯赶来的秦良看得脸都绿了，小三上来就想要撕我头发，我雇佣的保镖直接一拥而上，一根一根的直接拔掉了小三头上一大片头发。反正已经布局完毕，不怕暴露我的真实情况了。看着捂着头发杀猪一般惨叫的小三，我抬手，几名保镖立刻停止了自己的动作。我凑到了小三面前，拿起电话拨通了助理的号码。可以开始了，5分钟内我要看到秦良无家可归。话毕，我伸出食指挑起了小三的下巴。这时的小三已经没有了往日的泼辣，地上散落了一地头发。你觉得秦良要是知道他的宝贝儿子不是他的种，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我有些玩味地看着小三，小三脸上受惊的表情变得更加惊恐。你怎么知道的？明天你把秦良叫到这个地方来，否则亲子鉴定报告就会出现在秦良的手上。我拍了拍小三的脸，保养得真不错，相信那些没有见过女人的流浪汉们肯定会喜欢的。医院内，秦良连一间 VIP 病房都没有舍得开，恶毒老太太挤在8人间的病房内，乌鱼龙混杂。隔壁床的小孩甚至还将老太太的仪器电源线拔了，说手机没电了，要充电打游戏。秦良上前理论，看着对方人高马大的身影，却连个屁都没有放出来，反而转头开始埋怨起来老太太：“妈，你说你也是，怎么这么不小心？这要是磕着我宝贝儿子怎么办？”紧接着，银行的人直接冲进了病房中。请问哪位是秦先生？秦良认出来了来人，一脸谄媚的迎了上来。他的公司
几次投资失败，赔得的血本无归，上头了的秦良拿家里的房子抵押，借了银行几百万。只是秦良不知道，这也是我早就安排好的。现在全面收网，银行直接带着执法人员找到秦良要收回房子，而我的一通电话，秦良的公司直接就烟消云散了。只是这还不够，病房内任由秦良怎么求情，执法人员的脸上始终带着寒霜。这种场面他们见过太多了，根本不会对秦良产生什么同情心。当天晚上，法院就将秦良的房子给贴上了封条，我用钱开路，直接将房门给焊上了钢筋。无家可归的秦良只得伏在病床的角落，忍受着病房内此起彼伏的呼噜声。眼看时机差不多了，我直接将小三暗中转移秦良资产的证据发到了他的手机上。透过监视器，我看着秦良的脸色瞬间变得铁青。与此同时，小三也按照我的要求，将我精心挑选的复仇地点发给了秦良。秦良像个疯子一样冲出了医院，一脸阴毒。他的车子被银行收走，出租车在一条阴暗的小巷子旁停下。司机大叔看着秦良一脸阴毒的模样，偷偷的报了警。这正合我意，这条小巷子我再熟悉不过了，前世就是在这里。我被一众流浪汉凌辱致死，这一家三口就眼睁睁地看着我倒在阴暗的小巷内，渐渐没了气息。这里没有监控，又比较偏僻，除了流浪汉之外，没有其他人会来这里。直到我的尸体腐烂，才被人发现。现在还是在这条小巷子里，只不过这一次主角换成了秦良一家三口。人呢？给我滚出来！秦良气急了，公司破产，小三还在这个时候被刺了他。此时的他像个疯子，没有前世的那样意气风发。小巷深处，我站在小三身后，清晰地听到了秦良的叫喊，甚至能够感受到小三母子两人都在忍不住地颤抖。去，不然我现在就把亲子鉴定给秦良，求求你了！这个时候出去，他会打死我的。小三跪在了我面前，恳求我带他离开这里。我玩味地看着他，一挥手，一柄刀子丢在小三的面前。好啊，这些人都已经迫不及待想要享用你了。我努嘴，一旁是被我保镖拦着的几名流浪汉，他们许久未见过女人，身上臭气熏天。看到小三眼睛直冒绿光，小三颤抖得更加厉害了，站立的捡起地上的刀子，朝着秦良走了过去。前世我也这么哀求过小三，但是却被他一脚踹到了地上。好戏才刚刚开始，我怎么可能就这么放过他？你个吃里扒外的狗东西，你敢吞我的钱！看到小三出现，秦良当即就扑了上来，直接和小三扭打在了一起。小巷子里顿时传来了厮打和孩子惨烈的哭声。借着街道上昏暗的灯光，我饶有兴趣地看着眼前的一幕，瞬间升起了一股复仇的舒畅感。混乱中，小三的刀子扎在了秦良的大腿上，在鲜血的刺激下，秦良彻底发了狂，眼睛充满了血丝，将小三按在身下，一拳一拳地打在对方的脸上。警笛声响起，秦良这才回了神，踉跄起身，刚刚跑出小巷，就被蜂拥而上的警察按在了地上。警察到来之前，我就离开了小巷。好戏已经看够，也没有必要再留在那里了。小三当场被送进了 ICU， 全身瘫痪，下半辈子就只能在床上度过了。而秦良被送进了监狱，直接被判处了10年有期徒刑。好戏还没有结束，我不光要在身体上摧毁他们，心理上自然也不能放过。我向警方申请了探监，
在探视室内，我将亲子鉴定的结果放在秦良的眼前，他瞬间就明白了过来，这一切都是你策划的。秦良看着亲子鉴定结果，歇斯底里的喊着，心中的信念彻底崩塌，双手紧握栏杆，隔着玻璃，一双眼睛死死地盯着我。小三那边我也没有放过，直接派人将秦良和秘书在办公室的精彩视频在病房内循环播放，气得的他直接双眼一翻翻，晕了过去。事情还没完呢，好心的我还给小三找了个护工，连带着秦良的母亲一起，下半辈子每天都能接受护工的特别照顾。秦良的母亲本来就是出了名的嘴巴恶毒，秦良给他找的护工被他骂走了好几个，但是现在这个不一样，这个是特意找的。为此我还专门咨询了街坊邻居，他们听出了我的弦外之意。那个被小杂种偷药，家人差点没救回来的一家，热情地给我介绍了这个护工。这个护工原先可是十里八乡养猪的一把好手，在老家的养猪场，一个人照顾几十头猪。现在给秦良他妈还有小三做护工，简直就是屈才了。护工护理的第一天，给2个人喂饭，直接就喂到了 ICU。按照医生的话来说，还好是在医院，不然直接就被撑死了。我坐在城市最高的大楼的顶层办公室，听到这个消息，不由得撇撇嘴。虽然这些还不足以弥补我前世受到的欺凌，但是谁让我是一个善良的人呢？怎么说也是给这2个人免费找了一个护工，甚至还慷慨的给2个人一人配了一个专属医生。有着前世记忆的加持，我的投资公司越做越大，这点小钱对我来说根本不算什么。然而这一家子人还没有平静多长时间，我的律师忽然给我打电话。秦良虽然是个赌徒，但是脑子和眼光还是有的。在我看完他之后，他已经明白了一切。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一向不买彩票的我也会中奖，但是不妨碍他动歪脑筋。我的律师告诉我，秦良向监狱对我提起了诉讼，起诉我隐藏婚后财产，并且沾染黑恶势力等等。说这话的时候，我明显从律师的话中听出了一丝笑意。吃过一回亏，我怎么还会在这上面栽跟头？我特意花费了数百万，打造了一个全国顶尖的律师团队，而秦良现在已经破产，只能申请法律援助，给他派了一个刚出道的新人律师。只是这律师也是我安排的，话都说不利索，更别提和我这精英律师团打官司了。秦良这一步走得的高明，虽然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想要和我打官司，但是因为他对我提起了诉讼，让他暂时还没有进入监狱。开庭那天，我方数位精英律师穿着笔挺的西装，在法庭上侃侃而谈。秦良的实习律师本来就说不利索，紧张之下说话更是漏洞百出。这场官司秦良不出意外的败诉了，他继续上诉，恶狠狠地盯着我。我撇着嘴耸了耸肩，一个落难了的丧家之犬还能翻出什么样的浪花来？秦良越狱了。从律师口中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整个人有点麻，到底不应该心软。既然要复仇，就应该将仇人彻底碾成碎片，不然这样一直反复的也怪烦的。根据律师的描述，秦良逃出看守所的时候，还抢走了一把电棍，极有可能会来找我复仇。电话这头，我翻了个白眼。我把秦良一家搞得天翻地覆，原本中了1000万的秦良应该走上人生巅峰的，却被我硬生生打落在尘埃中，这哪里是可能？秦良一定会来找我报仇的。律师挂掉电话后，警局的电话便径直打了过来。
虽然没有证据，但是他们知道秦良走到这一步，完全就是我造成的，所以他们断定秦良越狱，一定回来报复我。现在给我打电话，是想让我配合警方设下陷阱，抓回秦良。我欣然接受，就算警方没有给我打电话，我也要给警方打电话了。秦良要是能够安安稳稳的待在监狱里，或许我还会放过他，就此打住。但是现在他竟然还想越狱报复我，这就不能怪我心狠手辣了。挂掉警局的电话之后，我发动了地下势力寻找秦良踪迹，直接开价100万，整个城市的地下势力就像疯了一样，一时间整座城市就像疯了一般，黑白两道都在寻找着秦良的踪迹。不过还是地下势力最先发现了秦良，知道了秦良的动向之后，我便离开了自己的办公室，带着自己雇佣的保镖团，高调的来了医院。随着我的行动，警方和秦良也开始了行动。警方开始在医院附近派出便衣秘密侦查。我知道这些天来，秦良一直在我的办公室外蹲守。现在我这么高调的离开，秦良肯定已经注意到我了。秦良不知道，此时他的所有行动已经全部落在了我的眼前。再次看到小三和秦良他妈的时候，我轻轻遮住了口。在这医院中笑出来是实在不太合适。此时这两个人和之前已经判若两人，尤其是秦良他妈，在小区内和别的老太太吵架时的精神奕奕已经完全没有了，眼神中只剩下了麻木的空洞。见我进入病房，护工显得有些拘谨，摸着脑袋露出了一口大黄牙。看到我进来，小三激动的想要从床上撑起来，却只是蠕动了几下。求求你了，唐小姐，让我死好不好？我不该和你作对的，我错了，让我死。此时小三的头发干枯，眼窝凹陷，但是整个身体却有些异常的浮肿。医生定期汇报这两个人的情况，护工完全按照养猪的办法护理这两个人，不说屎尿完全不伺候，也不管这俩人饿不饿，到了饭点就打了饭往这两人的嘴里倒。我厌恶的掩住口鼻。就在这时，敲门声响起，还没有等我反应过来，病房的门直接被大力踹开。我挑了挑眉，轻巧的朝着旁边躲去。冲进来的是秦良，此时的他简直和流浪汉没有什么分别，双眼充满血色，蓬头垢面，满脸的胡茬，身上的衣服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撕成一条一条的。让我没有想到的是，秦良冲进病房后没有第一时间朝我冲来，而是直接掏出一把刀子，朝着病床上的小三疯狂地扎着。狗贱人，你给我戴绿帽子，骗老子养野种，还骗老子钱，老子弄死你！去死去死去死！我不咸不淡的看着眼前的一幕，甚至只想拍手称快。鲜血染红了病床，滴落在地上，很快滴落的血液连成了线。小三也彻底没了挣扎。还有你，唐广军，你他妈的阴我！秦良疯魔的朝我冲来，身上刀子上带着血迹，像是地狱中的恶鬼。可惜我经历过真正的地狱，没等秦良冲到我面前，我的保镖团瞬间从病房门和窗户涌入，直接将秦良按死在了地上。秦良的动向我早就掌握，甚至比警方知道的还清楚，又怎么会让秦良再次伤害到我？这下人赃并获，在监狱中好好待着不好吗？非要越狱，现在好了，直接就是死刑了吧？回到公司的我心情异常舒畅。我的人生只有我能掌握。感谢大家的观看，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
记得点击订阅真情人间，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